注意看，马修斯正用接近200公里的时速追捕前方这位老哥。与此同时，他还一手拿着对讲机向总台汇报情况。可就在下一个弯道时，意外突发，前方老哥的失误让马修斯也错估了这个弯道的角度，两人纷纷撞上花坛，导致轮胎受损。那这种情况，老哥还能走掉吗？警灯一开，悠哉悠哉，赶快去拿纸，吞下就开始。欢迎收看《最后的自由》，讲美国老哥最后的自由。现在 GSP 佐治亚州的阿瑟不败战神马修斯正在路上巡逻，前方的黑暗处突然亮起的尾灯吸引了他的注意。刚才这都没车，怎么突然亮起了尾灯？敏锐的直觉告诉他，这车可能有问题。仔细观察后发现，这哥们压根就没开车灯，这不就来活了吗？许久没有飙车的马修斯立刻感觉到手有些痒。已经来到老哥身后的阿瑟并没有轻举妄动，而是悄悄地记下老哥的车牌，让总台去查一下。不愧是老阿瑟。此时前方的老哥也已经发现了阿瑟，但由于马修斯没有开氛围灯，所以他并不确定阿瑟是不是冲他来的。但这样下去可不是个事儿，于是他便开始了对阿瑟的试探。如果这个左转阿瑟还会跟上，那么毫无疑问他已经被锁定。于是当他看见阿瑟和他一起左转时，便毫不犹豫的油门焊死，开始跑路，大战一触即发。而这时阿瑟也得到了总台的回应，这辆车在当天下午就已经接到了报失，队友也给出了这辆车的具体车型和参数。这是一辆2018款的道奇挑战者，而且还是 Scat-Pack 版本，它搭载6.4自吸 V8 发动机，最大马力485，峰值扭矩645牛米，100公里提速仅需4.3秒，最高车速能够达到恐怖的280公里每小时，仅次于地狱猫。从马修斯的引擎声就能听出来，这场对决是开战即巅峰。两人在这条双向1车道的路上飙到了200公里每小时，这车速真的是肉眼可见的快。而在一边追赶老哥的同时，马修斯也没有闲着，他用对讲机向队友通知了他们的方位，让队友提前把前方的道路清场。这样一来，就可以肆无忌惮的开始全速，怕什么怕？明明比老哥的车动力更弱，但马修斯却是丝毫不落下风，此刻更是给老哥的压迫力拉满，让他丝毫不敢放松。正因如此，下一秒老哥便直接起飞，差点失误，但这都能救回来，也是叫阿瑟真没想到。而落地之后的老哥也并没有因为刚才的状况而吓倒，依旧是油门焊死，一路狂飙，时速再次突破200。为了跟上老哥的步伐，在这个弯道处，阿瑟出现了误判，两人都用一个几乎不可能的车速入弯，结果就是纷纷开上了绿化带。而在两人车技过硬，才及时救车，这种开法八字绝对有点说法。老哥是为了自由能理解，这阿瑟1个月几个钱玩什么命啊？然而一波未平，一波又起，两人才从刚才的险境中调整好节奏。老哥的副驾门突然打开，下来一位队友提前获得了自由，阿瑟没时间管他，只能呼叫队友去看看。好家伙，这个行业不仅是老哥玩命，副驾的队友也得玩命。但该说不说，或许这是他做出的最正确的决定，因为下一秒前方道路变窄，老哥便蹭到了马路牙子，再加上刚才冲进绿化带，车辆极有可能已经受损，谁也不知道还能坚持多久，所以提前下车确实很明智。而马修斯这边其实也没有好到哪里去，刚才冲上绿化带，他比老哥受损的情况更加严重，率先被淘汰也不是没有可能。两辆车都已经失去了最佳状态，但却依旧保持着高强度的缠斗。明明匹配开始才短短的3分钟，却仿佛过去了半个小时，能把马修斯逼到这个地步，看来老哥确实有点东西。让我们来看一下战力表怎么说。好，原来是位6星大佬，再配上这辆道奇挑战者的加持，难怪能和6星巅峰的不败战神马修斯战得有来有回。要是他在这种高强度的压力下突然突破，或是马修斯的车辆率先坚持不住，那结局还真是不好说。在小路上一路斗得酣畅淋漓，现在来到了更宽的道路。在这辆 Scat-Pack 版的道奇挑战者面前，阿瑟的道奇充电器显得有些不够用了，情况不妙。他说妙界按摩加热护腰带蓄个力，支撑热灸按摩齐上阵。阿瑟一代腰背秒支能，连头护腰实力7星，一拉一扣就行，随时随地都能用，比老式按摩仪方便得多。像阿瑟一坐一整天，腰背酸痛的不行，就用妙界 X 型结构的5根支撑条，搭配双向加压弹力带，把脊椎牢牢包裹支撑住，腰背立马回归自然弧度，配上前后的超大面热敷，再塞个艾灸片，从前到后软个遍。
浑身热乎又舒畅，天冷带出门也很轻盈保暖，累了还能用它按摩，又垂又柔，真的超带感，直接按走阿瑟的疲惫，续航又长，个头小巧，工作休息都能用。大家平时坐姿不正，真的要小心腰椎损伤，快用妙戒防一防，既能撑腰护腰，又能热灸按摩，治标还治本，2种尺码随你选，亲戚长辈都喜欢。现在双弹领券到手底价，还送33片艾灸片，保价1年送运险，质保售后全都有，附带精美礼盒，犒劳自己实用，送礼也很有面。雷达显示老哥的车速已经达到了恐怖的240公里每小时，好在前方出现了连续弯道，马修斯才得以喘息，没被拉爆，但老哥大幅度领先，情况依旧不妙。对此阿瑟也只是轻蔑一笑，挑战者虽强，但比那 GTR 又如何？当初那时速280公里的 GTR 不也没能走掉？而此时前方道路右侧出现施工提醒，在前方开路的老哥不得不点刹放慢车速。借着这个机会，阿瑟一口气跟了上来，在这个弯道处面对路桩，两人是各显神通，老哥更是和迎面而来的 NPC 擦肩而过。随着前方的道路变窄，老哥的最高速度发挥不出来，阿瑟便开始尝试靠近老哥。是的，你没听错，尽管是200公里的时速，但他想上去贴贴，扫了一眼，发现前方没有来车，阿瑟油门焊死，转速来到这辆道奇充电器的极限，5200转，这究竟是个什么恐怖的家伙？还就在阿瑟上去贴贴的同时，老哥的右前轮居然离家出走了。好消息，老哥变成了3轮车；坏消息，阿瑟的水箱被轮胎砸破了。虽然两车的受损情况不同，但这2种损伤都会影响继续跑下去。直到这一刻，两人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技术和速度上的比拼，反倒是更加考验谁的意志更加坚定。I don't know how much longer my car is going to last. 作为每天和这辆道奇充电器打交道的人，这辆车有什么异常，他都能立刻感知。此刻只希望这辆道奇充电器能够多坚持一会儿，因为此刻前方的老哥也在不断的抱着装备，看来也是到了强弩之末。而随着进入市区，路口和 NPC 逐渐变多，少了一个转向轮的老哥，操作起来更为困难，甚至隐隐有些要失控的迹象。阿瑟认为老哥坚持不了多久，但同时随着他的水温逐渐升高，保险起见，他不得不再次呼叫队友。Whoever get here as quick as you can and try to take over. I don't know if my car is going to make it. 从马修斯的语气就能听出来，他已经到了极限，此刻已经是赌上了这辆道奇充电器，准备奋力一搏。或许是感受到了他的信念，幸运女神站在了他这一边。不知哪里来的积水影响了老哥的车速，阿瑟升级上去就是一个贴贴，160公里的时速，潮湿的轮胎，缺少一个前轮，被这么大力一顶，老哥虽然左右摇晃，但却完美救车，这实力也真的是叫人不得不服。但阿瑟的这一个贴贴也击溃了他最后的防线。当阿瑟再次猛地加速时，老哥确实选择了靠边停车，但这并不意味着投降，因为当马修斯掉过头来发现两人已经弃车开始跑路，这单缸自吸又怎么跑得过道奇充电器8个缸？哪怕只是用怠速都能轻松将两人追上。等他俩体力耗尽，那还不是轻松拿捏？但叫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的是，强如马修斯也有失算的时候。这2位老哥钻进了一家民宅的后院之后，就彻底的消失不见，再也没有出现。虽然身为6星阿瑟，但他也不敢在这种漆黑的夜晚只身犯险，毕竟搞不好这2人的火力比他都猛。于是马修斯一边撤退，一边通知汪汪队前来支援。这次搜捕持续到了天亮，但却只是找到了几人的衣服，没能抓到老哥。看来是玩了一招金蝉脱壳。就这样，算上中途提前下车的老哥，3人成功消息，能从马修斯手上走掉，确实是有点东西。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，这辆失踪了不到半天的道奇挑战者，在马修斯的全力追捕下成功找回，是时候通知车主来拿车了。看看此刻空气中弥漫的烟雾，就知道这辆道奇充电器到底经历了什么。回看本场对决，两人可谓是拿八字在战斗，几次遇险却又都坚持到了最后。2位大佬用自己精彩的节奏操作出了一波波天秀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再次友情提醒各位，本期评为游戏画面，请千万不要模仿。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是最后的自由，我们有缘再会。